为了看我们庆姐大口吃肉，打开了这一季的一路繁花，果然就是一个不辜负啊。不太辣，虾皮要吗？给你留着。没有啊。不，我可以吃肉。好。吃的蛮香的嘛。怎么说这一季的一路繁花呢？属于是看名单就一个迫不及待想看的程度。刘晓庆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，自然不必说了。何赛飞、刘嘉玲、宁静，此时的张柏芝在这个名单里显得尤其的小白花。用宁静的话来说是这样的：对，我这次一看这几个姐姐，天，哪个是吃素的，所以我就来了。我们就这么说吧，宁静在这里变得通情达理起来。你们品品这是个什么情况吧？这还真不是瞎说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天集合发生的一件事。这天其他人是从上海集合出发的，而宁静是和另一个小伙从北京出发的，也就导致他们到达是比其他人晚一点的。而早到的几个人因为提早看了住宿环境，也就提前分好了自己住哪里，和哪个人一起住。几个房间里，除了民宿小楼房里的2间房，还有另外独立的蒙古包房间。在查看房间的时候，刘晓庆就说自己可以住蒙古包，顺嘴问了张柏芝要不要和自己一起住，张柏芝也答应了。也就是说，2位姐姐就分好了1间双人房。而等到宁静到达以后，还有一个蒙古包单人间，以及一个和刘嘉玲一起住在民宿楼房的双人间可以选。她自然是选了和刘嘉玲一起住的双人间的。等一群人吃完晚饭，选完了领队，各自分开去洗漱。刘晓庆回到和张柏芝一起住的蒙古包，才发现房间里很冷，因为突然降温，民宿老板没来得及给房间提前取暖，热水器甚至都才刚开。此时我们庆姐的状态是这样的，已经坐了不知道多少个小时的飞机了。据她的描述，从南美飞到了北美，再飞回中国，国内的行程又从上海飞到了现在所在的内蒙，一顿奔波，只想好好休息，热水也要等，暖气也要等。姐中间一度想去市区酒店住算了，因为有其他姐姐表示不想动了，于是庆姐也妥协了，我多穿点衣服睡算了。此时宁静站出来了，让刘晓庆去和刘嘉玲睡民宿楼房间，自己留下来和张柏芝住蒙古包。朋友们，不是说这个举动有多么石破天惊，是放在真人秀里的宁静身上，很是有那点含金量啊。虽然我住在那边也有点不愉快，但是比起他的不愉快，我的不愉快就没有那么重要嘛，你听懂吗？因为他年龄啊各方面是需要被我们多关注嘛。虽然他很皮实啊，但你也不能作为后辈、晚辈、前辈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那个房间吗？总之看宁静都这样了，从刘晓庆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这节目可能大事很妙，大可以说一句，这一季的人都正常，也不是说上一季的人就不正常，也不是说这季的人和事就一切顺利了，但才播出1集出的这个领队事件和他们的处理方式，我们就觉得果然还是得一些很角色经过世的姐姐聚在一起有看头啊。领队事件从第一天的晚餐说起，饭桌上大家提起德友领队，问刘晓庆上一季领队是谁，我们庆姐也是一如往日风采，差点给人笑死。那你们上一次是谁做队长啊？李小冉，对，本来是让我做，他们宫廷政变，就觉得我不称职，李小冉做得非常好。于是有人建议这届的领队还是刘晓庆来，庆姐拒绝，我不要，我不想那么累，做这个工作是要负责的。一听要负责，宁静赶紧出来，那我也不行，我这人很没有责任心的，跟着姐姐们也是1秒学会一个生存法则了，只要没有道德包袱，人生会轻松很多。众人一番合计和推荐，觉得张柏芝适合做这个领队，这可真是舔毛的活交给猫干了。张柏芝双眼放光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哈。果然不同的姐姐有不同的韵味，有的姐姐活了大半辈子，生觉爱照顾人，简直是人生一大枷锁；有的姐姐就以照顾人为乐，比如张柏芝姐有一身蛮劲和活力，成为领队当即就发表了自己的愿望，就是要给姐姐们开心温暖和需求，真是超抢手伴侣一枚吧。而且她当领队就是超有责任心的那一款，上任就开始全神贯注关注所有人的需求。节目组给大家送来路书，基本罗列了当地可游玩的项目、可去的餐厅和酒店，姐姐们看着路书七嘴八舌，哪里都想去，个个有需求。张柏芝就搁旁边闷头记，讨论到半夜也没个方向，于是她让姐姐们先去洗漱休息，自己先和弟弟们一起讨论方案，尤其问了姐姐们明天想几点起，完全可以按照姐姐们的起床时间来往后安排。不过如此贴心也有它的弊端，那就是她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流利，其次因为太贴心，少了点做决断的气势。此时可能是这季最有看头的一个人物冉冉升起，那就是何赛飞。第二天按照昨晚说好的时间集合，坐上车以后，何赛飞就问今天是什么计划，但基于刘晓庆要去的地方时间还待定，所以张柏芝和俩弟弟是做了2个方案的，也就是说今天的行程还是待定的。11点下楼来集合，
此时的行程还待定。何赛飞一听就不乐意了，还2个方案，现在还没定下来一个方案，还2个。我以为你们开会昨天晚上开了，晚上你们有几定下来了呢？在行程还待定的情况下，他们还等了张柏芝一会，因为后面还有一辆行李车。负责任的张柏芝在后面和司机反复强调，行李车要跟紧，千万不能跟丢了。车上的人都在等，何赛飞急到抠脑壳。没意思。再等一会儿更是坐不住了，直接开口催：行李都上车了吗？上车了。上车了是协调着什么东西？快上车，快点！我要开始记脾气了啊！第一天要做下规矩，我们半个月呢。2025年9月7号的今天，现在这个此时永远不再来了，你们在干嘛呢？然而我们说这个事情不是来审判何赛飞的，姐催促别人貌似很急，但我们理解的是，姐应该是个纯巨人，时间观念强，还喜欢有计划的做事。比如昨晚大家说好今天11点集合，姐早上起来在自己房间里慢悠悠的井然有序的把自己捯饬好了，吃早餐、化妆、臭美，甚至把酒店房间的床单都给扯整齐了，硬是在10点58分打理好一切，整点下楼集合了。所以无序的情况很容易让他焦虑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在张柏芝上车以后，车子出发了，察觉领队张柏芝应该是因为无法强硬的要求各位姐姐，更不好意思不过问各位姐姐的意思，就自作主张的定行程。何赛飞直接来走进度，给大方向。午饭时间就要定下接下来5天的行程，酒店定了吗？酒店可以沟通放摄像机吗？酒店周围有吃的吗？都让姐给捋清楚。姐定大方向，张柏芝带领俩小弟执行，简直不要太爽快。而且她也确实在午饭时间催着把这个事情给办了。别人在闲聊演绎往事，姐出来催进度，真是做事有做事的条理。写一写文化娱乐是哪些？咱们可以去摩尔格勒河看个景区吗？好，可以，马上决定可以。明天是8号，后天是9号。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家庭腊八木。腊八木就是草原上的盛会。同意。10号在哪里？还有极光要看。你们可以到白桦林看，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鄂温克族的驯鹿文化。还有一个11号黑山头。然后第2天去机场。没错，就这样。我们也说了，这个团的姐妹宁静说没一个是吃素的，那可不是吹的。午饭结束以后，他们要去博物馆，坐上车的时候已经快3点了，而博物馆是4点半开始就不让进了的，而俩小弟又被节目组拖出去做后采了。姐直接不忍，质疑节目组后采不能晚上做吗？非得这个时候做。天知道宁静居然有天在真人秀里做起通情达理安抚别人的那一个了。今天什么都没做，就先去啊，就3点了已经。集体活动就是你等我，我等你。等俩小弟赶来了，何赛飞气到闭眼休息无语了。宁静再次站出来救火，解救火用的路子还是很宁静的那一套。表面上说俩小弟，实际是安抚何赛飞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我就在想，7个人真的可以不那么磨叽。刚刚在那里商量半天要去赶博物馆，就你在那里录，突然就让姐姐们先去，对吧？或者说你这晚上能不能拍？我们年轻不怕累，对吧？稍微晚点都可以，就别耽误时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大家是一个集体，请大家都长了一张嘴，该说的时候要说，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，集数啊，不能装死，听懂了没有？好。我们说没有审判任何人的意思，还在于看得出来。何赛飞虽然急了一时半刻的，但肯定是没有恶意，而且真是出于性格使然。看完博物馆回去的车上，大家闲聊起来，说起听力不好，张柏芝提到了自己爷爷奶奶是聋哑人，自己从小会手语，又因为照顾爷爷，自己有个点头的习惯，就是在爷爷表达需求的时候，自己迅速点头，让对方知道自己知道了对方的需求。何赛飞听得五味杂陈，柏芝非常的实在，就这样真实的告诉我们，我挺受感动的。觉得哦，原来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，她的从小的生长环境原来是这样的，特别心疼，更加想多一点去了解她或者关心她这样。到晚上在酒店吃饭的时候，何赛飞就给张柏芝道歉了，一说自己脾气急躁，家人都说自己这一点，二要给张柏芝道歉，说虽然是自己催促他们把后面的行程给定了，但要不是你们昨晚熬夜做功课，我们也不会那么快定下来。果然这些有智慧的老姐姐可不是白活的，能强硬也能柔软自省。她开个头给张柏芝道歉，肯定张柏芝作为领队的付出以后，旁边的姐姐也赶来安慰。刘晓庆说，你虽然声音大，但你是因为重视所以才这样的，没人怪你的。刘嘉玲说，我们还要表扬你呢，有时候事情悬在那里，就是需要有人出手啊，你先出来了，事情也解决了，接下来几天都定了，多有效率啊！这一季指定就是这些智慧老姐姐们一起玩的神仙团了，很是期待了，你们说呢？评论区聊。